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现在既然愿意现身，或许他愿意回到天启了。叶将军真的是这么想的？哼，我若是陛下，就不下什么旨意了，直接带着军队把雪月城给围了。哼，呵呵，这确实是叶将军的行事啊。可是顾害怕逼得太急了。哼，以那孩子的性子，他又要对抗顾了。唉，这几年，顾禁不住总要想起过去，对楚河的愧疚，也是越积越多呀。偏偏这孩子又是个倔脾气，顾没有找他，他竟然4年消失得无影不踪。顾害怕错失这次机会啊。顾想要把楚河带回宫里的事，怕是瞒不了多久，还需叶将军替顾多费心了。是，陛下放心。退下吧。哇，我的书！二哥，我来。楚河，你小心一点啊。嗯。二哥，你就别看书了，你看书都湿了，你就陪我玩一会儿吧。楚河，你天天被学堂老师骂也就罢了，还想害得我也被骂？二哥，其实啊，这书的内容我早就会背了，只不过是亲着老头儿罢了。啊，嘿，别吃！你看你那手脏的，回去洗干净了再来吃。听二哥的。不能吃！不能吃？什么不能吃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点吃的，来。哟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有事求我，说吧。哎呀，没事我就问问你，那个王爷找你什么事儿啊？尹长老说你们还是同窗呢。叙旧闲聊，没什么正事。哎，行，你有秘密瞒着我们也没事儿，你不想说我就不问。那个，比武招亲好不容易结束了，一桩大事了结。要不去城里逛逛散散心。说正事。我好久都没见叶姑娘了，我想你陪我去串串门呗。没出息，你自己去找她呗。我多不好意思啊！司空千洛跟他是好朋友，你找司空千洛。千洛师姐我去找过了，她不在。哦，我听明白了，你是走投无路了才想起我来了是吧？不是。萧瑟，你就陪我去一趟吧。你昨天那洒脱劲儿去哪儿了？你把这些都吃了，咱们再聊。啊！萧瑟。这顶好的红山朱颜，若是再多煮一颗的话，便会失去它最好的滋味了。啊！参见殿下。我和藏明在城中闲逛，忽然闻到了这股茶香。我还在想，这雪月城中，谁还会喜欢喝我们天启城中的茶？竟没想到，
还是如意姑娘。许久没有见过家乡了，便想寻一下家乡的味道。殿下见笑了。不准备请我喝一杯吗？殿下请侧。萧瑟，你这么着急拉着我去找叶姑娘，想好理由了吗？要什么理由啊？你就路过此地，有些口渴，讨口水喝。你若只想讨口水喝，那你可有口福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上好的红山朱颜，配上苍山上化开的雪水来烹煮，这味道……哎呀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也是，对牛弹琴。哎呀，哎，果然是好茶。对了，若依姑娘，昨日有没有见到楚河？见到了，不过他跟从前相比，似乎有些不一样了。哦，哪里不一样了？以前他说话总是朗声高语，眉眼飞舞着，似乎对这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有着绝对的自信。可如今的他，变得沉默懒散了不少。是啊，楚河是变了不少。那他有没有和你说说，这些年他都去哪里了？他说他开了一间客栈，在一个背靠青山、面对绿水的地方。若依姑娘，我和萧瑟路经此地，进来向若依姑娘讨杯茶水喝。若依姑娘，打扰了。小兄弟，不必客气，坐吧。哎，敢问这位小兄弟尊姓大名？哦，在下是江南霹雳堂的弟子，刚拜入雪夜剑仙门下。原来是雷门弟子啊！你干脆把你生辰八字也报出来算了。你也来了？路过，陪这位小兄弟讨杯茶。啊，有的有的，只不过我这煮茶的手艺有些生疏，怕不是浪费了这上好的红山朱颜。哎，我不怕糟蹋，反正我也喝不出来。雷兄弟，你不怕烫吗？啊，我练的功夫叫火灼之术，这茶水的烫算不得什么。哎，若依姑娘，再来一杯。那我给你倒杯热水算了，省得浪费这红山朱颜。萧瑟，我刚才是因为口渴我才一口喝的，这品茶我也会的。哎，方才若依姑娘跟我说，昨日她已经寻过你了。啊，若依姑娘昨天去找你了？找我？哦，昨天若依姑娘也路过我的小院，也进来喝了杯茶。顺便问了一些我关于天启的事。那便好。若依姑娘一个人在雪月城，作为天启城的亲人，就应该多关照关照。这凭什么让我做朱雀啊？听上去好娘啊！我要做青龙。不行，青龙是我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就是个代号嘛。朱雀怎么了？长风，你看啊，连月他抽了个王八，也没说什么呀。我想揍你！阿爹，啊，阿爹，千洛，你找我？来，坐坐坐。萧瑟这次帮了你那么大的忙，有没有谢过人家呀？谢过了，谢过了。你女儿我这点礼节还不懂呀？嗯，是我的乖女儿。哎，千洛，你说萧瑟这臭小子平时处处跟你作对，可是这次你比武招亲呢？你看他忙上忙下的，给你帮了那么多的忙，我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？
你觉得萧瑟这小子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哎，脸红了，脸红了，脸红了！阿爹，你想什么呢？哎呦，千洛，我是你阿爹，心里怎么想的，跟阿爹说好不好？啊？哎呀，哎，好精致的令牌啊！爹，你从哪儿来的？是不是要送给我的呀？送给你，当然可以了。不过你一旦拿起这块令牌，你可要承担很重很重的责任了。什么责任啊？说起来话长啊。若依姑娘，本王所托之事，还请多费心。啊，若依记下了。那本王就不打扰各位叙旧了，告辞。藏明，我们走。萧瑟，那白王的部下好像不太喜欢你啊。谁知道呢？可能我们合不来吧。你喝完了吗？喝完咱们就走。啊，不妨多坐一会儿吧。对嘛，若依姑娘都邀请了，咱们就多坐一会儿吧。对了，我昨日去药房取药，听到他们在讨论登阁的事情，不如你们给我讲讲。说起这登天阁呀，我一人直冲16层，问见雪月剑仙的故事，那还真是有趣的很啊。只见那13层守阁者骆明仙，他不和我比武艺，他要和我来一个赌局。还有我见到我师叔之时，我运尽了雷门所有绝学，还有我师傅给我的那一柄纱布剑。到了16层，我登高一吼，霹雳堂雷无节，问剑雪月剑仙。哎，等等，这登阁是你一个人的故事呀？萧瑟兄弟呢？他在干嘛？哎呀，他呀，他在跟千洛师姐捉迷藏呢，还去算了个命。对，算命？算什么命？哎，对呀，萧瑟，你算命算了个什么呀？我算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龟。龟？那结果如何？没有结果，因为算到一半，我后悔了。既然你都去算了，为什么不问结果？因为后来我发现，我要算的这件事，我一直都不在乎。那你在乎什么？他肯定是在乎钱啊！那望城山的掌教弟子算一卦得多贵啊！你说的对。啊，还真是因为钱啊！你这登天阁的事迹也讲完了，咱们走吧。真是3句不离走。行吧，行吧，若依姑娘，那我们就改日再来看你了。日日来也无妨的，我这院子里冷清，你们来了还能陪我说说话。行，那我明日就来。不，明早就来。走了。走了。龟。当年北离朝中皇子争斗，整个天启城无比混乱。琅琊王召集了4名绝世高手，组成了天启4守护，誓要重安天下。阿爹我便是其中的朱雀使，最终我们成功了。我明白了，就是说当年阿爹你拿到这块令牌时，就承担起守护天启的重任，而如今天启安稳了，王朝也换代了，所有的守护使也要找新的传人，而这个新的传人，将要守护的，就是6皇子萧楚河。阿爹，我
我记得有一位大师跟我说过一句话：少年人要有自己的江湖。所以这块令牌，千洛不能拿。阿爹，对不起。你不喜欢，阿爹还舍不得给呢，真是的。来，咱们不聊令牌的问题啊，咱们说说那个萧楚河。哎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那个萧楚。爹，嗨，你刚才不是说要找一个值得认可的人去守护他吗？你觉得萧瑟你认可吗？认可和守护，感觉我和他还用不上这么重的词儿。你这丫头啊，就是嘴硬。好了，现在就去找萧瑟，把欠人家的恩情给人家补上。阿爹，和若依姑娘认识那么久，第一次说这么多话。如剑仙送你那本《晚来雪》，看得怎么样了？那本书不好看，我看几行字我就困了，没意思，不爱看那本书。那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书？那自然是豪侠闯江湖、英雄战沙场。就比如吧，那白羽剑仙一人一剑闯天启的故事，看多少遍都不会腻。白羽剑仙闯天启城的故事。萧瑟，怎么每次提到天启城，你神色都怪怪的？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家乡是在天启吧？我没有家乡，你记错了。哪有人没有家乡的？难道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那你觉得什么是家乡？那还用说吗？家乡自然是，不管你走了多远，走了多久，无论如何都注定要回去的地方。注定要回去的地方。你说的对，我的家乡就是天启城，那是一个我终究要回去的地方。白王说他是奉皇命要带你回去的，不过看着他赖着不走的样子，你应该是拒绝他了。那三城主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拒绝呢？我不知道他提了什么条件，不过看他的样子，从他的口语中，应该有着让很多人都惊讶的条件。对，但也有让我不得不拒绝的理由。唉，三城主是不是觉得我应该跟着一块儿回去？我理解你心中的坚持，不过我觉得，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的话，会使很多问题都变得很简单，与你父皇，与过去的那件事情，都有很多好处。没错，父皇已经做了很大的妥协，以他的性子，能让步至此已是极限。听说白王给了你3天时间，怎么？三城主难不成也成为他的说客之一？我司空长风从来不会做任何人的说客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，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决定。我当然知道。好，那我便不打扰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觉得我的女儿怎么样？枪法不错，得了城主真传。嗨，谁问你枪法了？我是说，她的容貌。哦，容貌得了娘亲真传。那性格呢？性格嘛，自成一派，不过还挺特别的。如
果此时你回到天启的话，会使很多问题都变得很简单，与你父皇，与过去的那件事情，都有很多好处。3日。无心啊，怎么每次我心烦的时候你都会出现呢？说明萧老板心中还是信任我的。心烦意乱，只有见到至交好友，方能安神静心。在我的梦境当中，你还是这么自恋。我也不晓得，萧老板心中所烦何事？一件纠缠了很久的事，也坚持了很久的事。有些事情坚持很久，并没有必要。或许换个方式，会走得更加长远。你也这么觉得？而有些事则不然。世人皆认为不值得，也要坚持；一直看不到希望，也要坚持；就算到死，也要坚持。这样的事很少，但我想，以你的性格，一定会遇到。无心，可解了你心中疑惑？笑话！我只说过心烦，但我从未有过疑惑。白王殿下来到雪月城有几日了？算上来的那一日，已是第4日了。可如白王听闻般的那般有趣啊？比本王想象的要平凡一些。雪月城其实就是一座很平凡的城，只是江湖上有很多人赋予它太多额外的意义。不过，也正是因为它的平凡，所以才显得很特殊。这雪月城乃是100年前几位绝世高人建立起来的避世之所，只不过现在被太多人所注意，这背离了那些前辈们的初衷啊。身处凡尘，谁能真正的避世呢？当年城主还是朱雀使的时候，可是一枪扫荡了半个天启。唉，那都是从前的事情了。可是从那以后，城主似乎已经有20年没有回过天启了。白王，您是想问我，是否会像当年支持你父皇那样，支持萧瑟？不敢妄言。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支持过你父皇，我所支持的，始终都是琅琊王。怎么，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大逆不道啊？是，但我就是说了，你向你父皇告状去吧，他也不敢说什么，因为这就是事实。就好像你刚才问我的问题，我也可以回答你，是。只是本王没有想到，城主的回答如此果决。我雪月城做事向来果决，但我所说的支持，并不是支持他去抢夺什么，而是支持他所有的决定。就好像他现在在雪月城做一个账房先生，哪怕就是做上一辈子，我也是支持的。毕竟这萧瑟算起账来，真的是一绝呀。本王明白了。楚河，3日期限已到。那你明日岂不是就要回去了？得到你的答案，我便会离开。恢复皇子身份，承袭永安王爵位，这个条件确实很难让人拒绝。
你我都了解父皇的脾气，他肯下这道口谕，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。其实只要我跟你回去，我便从此不用再流浪江湖，我就可以回到天启城，回到我那处真正的雪落山中。我可以每天都去碉楼小筑饮酒，去千金台豪赌，去碧波湖观景。就连我这一身内伤，也有最好的医师帮我调理，最好的药材供我滋养。自然，甚至就连我最想查清的那件事，也有更多希望去调查。你只要告诉我你的答案，回到天启城之后，做什么，由你自己来决定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我的答案。我萧瑟拒绝这道口谕。为什么？你刚才已经说了那么多值得回去的理由，却仍旧拒绝了。因为我一旦跟你回去，便等同于认同了我过往所做皆是罪错。既然我过往所做都是罪错，那便相当于这世上唯一能为琅琊王叔平反之人也认错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琅琊王谋逆一案，御史台早已结案，琅琊王也已伏诛。这意味着琅琊王叔一生清白，留在这世上最后的一丝希望也将荡然无存。他将背上叛国谋权的大罪，被钉在我北离朝的耻辱柱上，生生世世遭人唾骂。你一人坚持，有何意义啊？有我萧瑟坚守，那至少这世上还有人为其反抗。这样，琅琊王叔当年不惧生死，拼杀于战场，救黎明苍生于水火的壮举，就还有意义。没错，就我一人，那又如何？除非我死，我这辈子都不认错。抗旨不遵乃是死罪。那你敢杀我吗？你若是敢，现在就动手；你若是不敢，就回去找你的父皇，请一道取我首级的圣旨来。殿下，带他走。是。你又何必要演这出戏呢？再来！萧瑟，走。殿下，方才萧楚河所言何意？本王临行前曾经答应过父皇，一定要办成此事。但从遇到他的那刻起，本王便已经猜到，他是不会离开的。为何？因为他身上的锋锐，并没有消失，所以本王就演了一出戏，等了他3日。终于在方才，老六配合本王演完了这场戏。所以说他是故意接的这一剑。不错，以生死相抗，本王就没有理由再逼迫他了。父皇那边，本王也可以交代了。殿下早就想到这一层了。谁又真的想让萧楚河回到天启城？那些年，
所有的皇子都成了他的陪衬。本王好不容易找到一次机会，不能再错过了。是藏民鲁莽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，本王也开始算计得失。老六比本王早知道这些，却从来没有改变过。白王来得匆匆，去的倒也迅疾。既然事情已了，就不多打扰城主了。白王很像当年的景玉王啊。父皇当年的封号，不敢忘提。哼，只可惜，萧瑟一点都不像当年的琅琊王。是吗？听很多人说，老六的风采跟当年的琅琊王一样。哈哈哈哈！那可大不一样啊！琅琊王是个君子，凡事喜欢讲道理，以大局为重。老六呢？哎，去他的什么大局为重！我开心，我舒心就行了。本王明白了，告辞。请。殿下，少汉那边的消息已经到了。一切顺利吗？少汉说一切按计划执行。好，那么此行我们就先去一趟无双城。有客自远方来，愿拜会叶宗主。多远之方，客为何来？千里之外，天启皇城，为见宗主而来。只是见我，那你已经见到了，可以走了。不，没有见到。哦。佛曰：有心无相，相由心生；有相无心，相由心灭。我只见宗主相，未见宗主之心。不算相见。你想见我的心？你可知我原来的名字？无心。进来吧。这位似乎是故人。越姬笑送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位是明侯，你们的确曾见过。可他现在看起来，似乎什么事也不记得了。这是药人。我遇到他和越姬的时候，两人都受了重伤，几乎已经是死人了。他虽然没死，但是却变成了只听你命令行事的药人。万事皆有代价，他想救回自己和越姬的命，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。唉，只可惜那门武功，我已然用不出了，没办法再帮你一次。至于你，为什么要来见我呀？我姓萧，赤王萧雨，明德帝的第7位皇子。看似是个诗酒王爷，可这么多年来，一直在发展自己的势力。在我回天外天这件事上，就有你的安排。之所以会这么做，是因为天外天内乱不断，所以你想把我送回这里，以我为傀儡，在背后操控。最后天外天，甚至于整个域外，都会成为你的势力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我没有想到，你的能力远远超出我的想象，短短几个月，就已经掌控了天外天，所以我才不远千里而来，希望与你结盟。可我为什么要与你结盟？我姓萧，但我的母亲姓易。那时我太小，却也只记得她姓易，忘记她的名字了。易文君，
好陌生的名字，于你，于我，甚至于他自己，都很陌生了吧？他被人记住的名字是宣妃娘娘。所以，你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。叶鼎之当年拐跑母妃，我已经出生了。我是你哥哥，比你还大上2岁。唉。